最近我们的选股系统里跳出来一只挺有意思的票 ，Crystal Biotech， 代号 KRYS， 它现在趋势还往上走，所以我顺手拿出来跟你聊聊这家公司。它一年涨了3倍，账上一年净赚2亿美金，还在创新高。这在生物科技里是个稀罕物，绝大多数生物科技公司常年烧钱，一个能上市的药都没有，而它靠一个已经获批的基因治疗药，把利润率做到了 54%。这期我一个人从头到尾给你捋一遍，这药治什么病，怎么赚钱，一年3倍是真本事还是估值泡沫？大家最担心的2030年专利到期算不算悬崖？还有今年年底那2个能决定它走向的关键数据。片尾说说我个人的看法。照旧声明啊，这期是研究分享，不是投资建议，买还是卖你自己定。内容比较长，建议先收藏。它是做什么的呢？ KRYS 做的是基因治疗，但呢和你印象里那种打一针几百万赌一辈子的基因治疗不太一样。它现在唯一在卖的这个药叫 Vyjuvek， 治的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皮肤病，医学名很拗口，叫营养不良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，你记外号就行，蝴蝶宝宝。这些孩子生下来皮肤像蝴蝶翅膀一样脆，轻轻一碰就起大水泡破皮，而且反复不愈合，终身伴随，非常痛苦。病根呢在一个叫 COL7A1 的基因坏了，身体造不出一种把表皮和真皮粘在一起的锚定蛋白，医学上叫畸形胶原。Vyjuvek 干的事说穿了挺朴素，把正常的那段基因装进一个改造过的疱疹病毒里，做成一支药膏，每周往伤口上一涂，病毒钻进皮肤细胞，把好基因送进去，细胞自己就开始造那个缺的蛋白，伤口就长上了。它的3期临床是这么个结果啊，6个月的时候，涂药的伤口完全愈合的比例是 67%， 涂安慰剂的只有 22%， 差距非常显著。这个数据发在了顶级期刊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上。2023年美国 FDA 批准，它是世界上第一个，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治这个病的基因治疗药，而且它已经在赚大钱了。这一点我们下面细讲。因为在生物科技里，赚钱这2个字本身就值得单开一段。你可能会想，基因治疗多了去了，它凭什么特别？核心就一个词，可以反复用。你想啊，普通的基因治疗用的载体大多是一种叫 AAV 的病毒，它有个大麻烦，你第一次用完，身体就产生了抗体，第2次再打，抗体直接把它中和掉，白打。所以那种药基本是一锤子买卖，一辈子就一次机会，一次收你几百万。Crystal 用的是疱疹病毒做载体，它有2个天生的好处，一个是免疫原性低，身体没那么强的排斥反应，所以能每周涂，能反复给药。另一个是它个头大，能装下很大的基因，像 COL7A1 这种大块头 AAV 根本塞不进去。疱疹病毒你别小看这个区别，它直接决定了生意模式。Vyjuvek 不是卖一次就结束，而是像慢性病用药那样，患者一直用，公司一直收钱，收入是细水长流的。更值钱的是，这个疱疹病毒平台不只能做皮肤，它还能改成眼药水滴眼睛，改成雾化剂吸进肺里，改成针剂打进肿瘤。同一套技术，皮肤、眼睛、肺、肿瘤一个一个往上套，这就是它后面那100亿市值真正的想象力来源。我们讲管线的时候展开。那它股价一年涨了3倍，是靠炒作还是真有东西呢？我给你按时间捋一捋。起点是2025年5月那个低点120几块，那会儿不是它自己出了问题，那阵子是整个生物科技板块在挨砸， FDA 主管生物药审批的一位关键官员被逼走，市场一片恐慌，好公司坏公司一起被错杀。 KRYS 是被带下去的，然后呢基本面一件件兑现。2025年4月欧盟批准 Vyjuvek 上市，
7月日本也批了，海外市场一下打开。接着 FDA 又把这个药的适用范围从6个月以上的婴儿放宽到刚出生就能用。消息出来当天，股价涨了 8%。再往后，管线开始出数据了。2026年1月，它那个智囊性纤维化的吸入版药物早期数据是阳性的。2月，治肺癌的那个项目拿到了 FDA 的 RMAT 认定，也就是再生医学的快速通道。中间几个季度的财报营收又都超市场预期。你把这些串起来看，1年3倍不是凭空来的，是欧洲、日本获批，加上管线一个接一个出好消息，加上财报连续兑现，一层一层垒上去的。这一点得讲公平，它的涨有实打实的东西撑着，不是纯讲故事。我反复说它赚大钱，到底赚多少呢？4笔账摆出来你就明白它多稀罕了。第一笔收入2025年全年3亿8900万美金，同比涨 34%。今年1季度1亿1600万，同比又涨 32%， 还在加速。第二笔利润，注意啊，是利润不是亏损。2025年净赚2亿美金，每股收益6块8毛4，毛利率 94%。 94% 什么概念？就是每卖100块的药，成本才6块。为什么这么高？因为他自己有2座生产工厂，从原料到成品全部自己来，垂直整合，成本压到极低。第三笔现金，账上大概10亿美金，几乎没有负债，也不用像别的生物科技那样天天增发股票问股东要钱，他自己就能造血。第四笔股本，股数一直很稳，2900多万股，没有稀释。你把这4笔摆一起看，一个已经盈利 94% 毛利，手握10亿现金，还不稀释股东的生物科技公司，这在整个行业里是极少数。绝大多数同行是反过来的，常年亏损，拼命烧钱，一个上市的药都没有。所以市场愿意给它高估值。第一层的道理就在这儿，它是真金白银在赚钱，不是画饼。可能有人要问了，市值100亿美金，光靠一个治罕见病的药撑得起吗？撑不起。市场买的是它后面一整条管线。刚才说了，那个疱疹病毒平台能往别的病上复制，现在他手里在做的项目，我挑几个重点的讲。眼科有2个，一个治神经营养性角膜炎，一个治眼睛版的蝴蝶宝宝病，都是做成眼药水。呼吸科有2个，一个治囊性纤维化，一个治一种遗传性的肺病，都是雾化吸进去。还有一个治肺癌的，把2种能激活免疫系统的因子用病毒直接送到肿瘤那里，避开全身用药的毒性。这个治肺癌的早期数据啊，重度精致的病人里，客观缓解率做到了 36%， 对这类晚期病人来说不算低，所以拿到了快速通道。你看这个思路，同一个病毒平台，皮肤、眼睛、肺、肿瘤一个一个往上套，每多验证一个就多打开一个市场，估值就重估一次。这就是它区别于普通单药公司的地方。单药公司压的是那一个药的生死，它压的是一个平台能不能不断复制。当然啊，这也是一把双刃剑，平台好归好，现在真正在赚钱的还只有 Vyjuvek 这一个，其余全在临床阶段，能不能成得看数据。而恰好今年年底就有2个关键数据要出来，这个我留到后面单讲。这里就得说一个大家最担心的问题了，很多人一提 KRYS 就皱眉头。Vyjuvek 2030年专利就到期了，仿制药一来是不是就完了？这个担心非常普遍，但我查完之后得说它被夸大了，这里头有个常见的误解。2030这个年份指的是孤儿药毒暂期到期，可一个药的保护不是只有这一层，它有3层，我们要看最长的那层才管用。第一层就是这个孤儿药独占7年，2030到期。第二层呢，因为 Vyjuvek 是生物制品，它还享有一个12年的生物制品独占期，这一层要到2035年。第3层更长，
是它的核心专利，最晚要到2036年底才过期。所以真正的保护是到2035、2036，不是2030。更关键的是第4点，也最容易被忽略，基因治疗这个东西，到今天为止，全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仿制药被批准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小分子，你没法照着配方复制。Vyjuvek 是个活的病毒载体，制造工艺极其复杂，别人就算等到专利过期，想仿也仿不出来。业内普遍认为，第一个基因治疗仿制药的出现得等到2030年代的后半段。所以2030悬崖这个说法，我个人觉得是市场的一次误读。它真正的护城河比大家想的要深要久，这一块市场很可能反而给低估了。我前面提了好几次年底的2个关键数据，现在专门讲讲是什么，为什么重要。这2个都在2026年底。第一个是那个治神经营养性角膜炎的眼药水，第2个是眼睛版蝴蝶宝宝病的眼药水。这2个为什么重要呢？因为它们都是注册性试验。这个词的意思是，试验一旦做成，就能直接拿去申请上市，是临门一脚，不是还早得很的探索阶段。就说那个角膜炎吧，现在市面上治它的药，患者一天得滴6次，特别麻烦。KRYS 这个如果成了，卖点就是方便太多。这2个数据只要是阳性的，管线里的第2、第3个产品就有了着落，估值会往上重估。反过来，要是翻车，市场对平台能复制这个核心故事就会打一个大问号。所以年底这2个读数是他下半年最大的胜负手。另外还得给你提个醒，他那个智囊性纤维化的项目，原本计划的关键试验从今年推到了2027年，时间表往后挪了，这算个小小的减分项，得记一笔。生物科技就是这样，好消息和坏消息都藏在这些日程表里。那华尔街怎么看它呢？几乎一边倒地看多，但有2个地方特别值得说。覆盖它的投行大概15家，里面14家给买入，最高的 Jefferies 喊到474块，比现价还高30%多，共识是强烈买入。但你注意啊，第一件事，真正的大行摩根士丹利、摩根大通、高盛这些基本没怎么正经覆盖它，覆盖它的多是专门看生物科技的中小投行。这说明什么？它还是个专业圈子里的票，还没真正进入最主流的视野。第2件也是我觉得最该听的，15家里唯一一个不看多的是 Wolf Research， 他给持有，他的理由很实在，100亿的市值已经把管线成功这件事提前算进价格了，现在市盈率38倍，是同行的1倍半还多，太贵。他还点了个技术细节，那2个眼科药后来都改成了更频繁的给药方案，这可能暗示最初的剂量设计不够理想，这条我觉得含金量最高。还有一个客观数字你得知道，用最普通的现金流折现法去算，第三方给的合理价值是291到315块，低于现在的352。换句话说，光按现金流它已经有点贵了，贵出来那一块全是市场提前为管线付的定金。再补一个信号，过去半年公司内部人卖了80多笔，一股没买。虽然都是提前设好的减持计划，金额也不大，但方向一边倒，值得记一笔。数据都摆完了，下面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啊，只代表我自己，不构成建议。这支票怎么来的？我先交代一下，它是我们的选股系统按趋势筛出来的，现在趋势还往上走，所以我顺手拿出来跟你分享这家公司。总的说，我觉得它是家好公司。好在哪呢？它先证明了自己能赚钱，再拿赚到的钱去投管线，管线赌输了有 Vyjuvek 兜底，赌赢了就是重估。这种下有保底上有弹性的结构，比那些常年烧钱赌未来的生物科技公司扎实太多。它的护城河也是真的，疱疹病毒平台能反复给药，能载大基因，加上基因治疗到现在都没有仿制先例，
2030悬崖，我认为是被误读了，真正的保护到2035往后。所以对这家公司本身，我个人是偏正面的。但公司好跟这个价格该不该买是两回事，这是我下面要说的。那价格呢？趋势上它确实还在往上走，价格站在200日均线上方3层 ，RSI 才50出头，没有超买，形态是健康的，这也是系统还留着它的原因。可价格是一回事，价值是另一回事。38倍市盈率，用现金流折现去算，第三方给的合理价值是291到315块，比现在的352还低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价已经装不下它真实的价值了，贵出来那一块全是市场提前为管线付的定金。所以我把这家公司分享给你，是让你认识一家好公司，价格本身只当参考，不是让你现在这个位置冲进去。真正决定它下一步往哪走的是年底那2个眼科数据，阳性，估值继续往上垫，翻车，提前付的定金要被打回来。生物科技这种消息驱动的票，一个数据能让它一天涨跌2-3成，我个人只把它当参考，不建议在最贵又骑在数据读数前面的位置上重仓压住。最后收个尾，Carvis是一家质量很扎实的公司，真在赚钱，真有护城河，平台真能往下复制。那个被喊了很久的2030悬崖，我认为是误读。但公司好是一回事，现在这个价格是另一回事。38倍市盈率，1年3倍之后，价格已经装不下它真实的价值了。接下来赌的是年底2个数据能不能接住这个估值。所以这期我把它分享给你，是让你多认识一家好公司，价格本身只当参考，好东西值得慢慢看，不用在最贵、最不确定的那个时点冲进去。这期所有数字的来源都放在说明栏的文字版页面里，欢迎去核对，尤其是那几个我标了据报道的单一来源数字。再提醒一遍，本期全部内容是研究分享和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股市有风险，决定得自己做。我们下期见。